好想告诉那个人他做错什么，可是我说了，怕他会生气，可是我不说，我自己一肚子气，这样好虚假哦。我该不该给这个回馈？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给不会让别人生气的回馈。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很期待所有的关系都是非常和谐的，所以我不太喜欢冲突。那因为这样子，常常会自己生闷气，想要给别人回馈，可是怕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或者是破坏我们之中的和谐。这个气憋久了呢，就是看对方越来越不顺眼，到最后其实对我们的关系都没有正面的影响。这么多年来，我也是一直在 struggle， 怎么样才能给比较有建设性的回馈，让人家听了以后感受到关怀，也能够成长。我自己其实是很喜欢听回馈的人，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对我的批评或者是给我的建议，都可以让我多了解一下我自己可以发展的或者是进步的空间。但就算我自己是这样子觉得，有些人讲的话或者是给的回馈，真的还是会让我动怒。那我们在了解用什么样子的工具可以给有建设性的回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有怎么样子的回馈是让99%的人一听就是会怒火燃烧的。先回想一下，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有人给你让你会生气的回馈，他们是说了什么？那大部分呢会让你生气的回馈有3个原因。第一个，带着强烈的价值观。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的选修是学艺术的，在暑假的假期，他碰到他伯伯，他伯伯看到他就说：“你选艺术，所以你是决定让你爸养你一辈子的意思吗？”那这个回馈为什么会让人生气呢？因为带着非常强烈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有可能是他觉得学艺术的人就是一定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或者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工作。第二个，他可能打从心里不晓得学艺术的在学什么，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对于学艺术这有非常强烈的偏见，所以他话一讲，当然我朋友就不是很开心。这就是第一个，带着自己强烈价值观给别人回馈，那一定会让人生气的。第二个就是你给回馈的时候，也给了角色的定位。我之前在 video 里面就说过，没有人想要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当坏人，或者是比较不好的角色。如果一个人打破了一个碗，那你就说这个人就是笨手笨脚的，他当然听了会生气，因为谁没有犯错过呢？为什么我打破一个碗，你就说我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呢？因为你把他角色定位。我再强调，没有人喜欢当比较负面的角色。第三个是这件事情，也许这个人已经知道他犯错了，他打破了碗，他已经觉得很羞愧了，你还再去骂他，那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所以这个也很容易让人家生气。那我们知道可以让人家生气的回馈是什么？那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来给比较正向、有建设性的回馈呢？我哥大的教授 Bill Passmore， 他在 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 也就是创意领导中心任职。这个中心呢，他们都是担任国际企业的顾问，他们常常要教导 CEO 或企业主怎么样跟他们的员工应对。那这是一个他们教的给回馈的方式，叫做 Situation Behavior Impact， SBI。SBI 翻译成中文就是情形、行为跟影响。来讲一下刚刚我提的案例，就是我大学同学的伯伯说，你选修艺术就是想要让你家里养你一辈子。那我们来用 SBI 这个工具来给回馈。第一个，伯伯可能可以讲说，家里情形是什么？你们家现在经济状况不是很稳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behavior， 行为。你的行为是什么？你又去选修一个比较冷门的科系。 Impact 就是影响，让我有一点担心你之后会有点难找工作养家。OK， 讲出来了，就讲出伯伯他对这个孩子的担心，而不是刺伤这个孩子。那在工作上面可以怎么应用这个给回馈的法则呢？我之前在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一直打瞌睡，与其说你这个学生真的很糟糕，真的对老师很不尊重，为什么我上课的时候你一直在打瞌睡？你给我起来，你给我罚抄我上课不打瞌睡。我就用 SBI 给他回馈，就说每次早上上我的课的时候，这是情形。第二个就是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就是你一直好像要睡着，对我的影响是让我觉得你很不尊重老师，让我觉得你没有心要学东西。那我的学生听完这个回馈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我打工都上晚班，因为我老板对我很好，然后呢，他现在很缺人，所以他都希望我晚上留下来。所以我们开启了一个对话空间，一旦对话空间开启，我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他到底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也可以协助他找到解决的方案。但是如果我一开始就说，你这个人真的很糟，你这个学生真的很糟糕，父母付这么多学费，你都不好好听，你就是既不孝顺又不尊重师长，那他很有可能就是说，你怎么这样子讲？也许他表面不敢说什么，可是他心里可能想说，那就算了，那就不要念算了，反正你也不理解我，可是我才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所以我们也没有对话的空间，我们的关系应该也就是毁了。所以我可以说的回馈是，你刚刚这个状况你不是很专心，但是我不要说你是一个很不专心的人。不过除了这个给回馈的技巧之外，如果你运用 SBI，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如果对方不是一个很不讲理的人，都能够开启对话的空间。在给回馈的时候，我也想请大家扪心自问一下，就是说我给这个回馈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就是我是真的为了他好，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好，还是说我其实带着想要控制他的欲望？大部分时候别人会让我们生气，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期待他应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而他没有做。他没有做的原因，可能他的个性跟你不一样，或者是他的喜好跟你不同。所以在给回馈之前，反思一下，说我给回馈是真的为了他好，还是为了我的控制欲，还是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第一步，先希望我们先扪心自问，我到底为什么要给这个回馈？第二个，在给回馈之前，人与人的互动都希望带着 compassion， 就是带着这个关怀跟爱心跟同理心，这个是任何对话里面都必须具备的。因为只要我带的是我就是想伤害你的心，没有什么 technique 或技巧可以让这个关系变好。就这样。最后就是我一个非常敬爱的教授 Deborah Neumeyer 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给回馈的时候 be totally honest and totally kind， 就是请你完全的诚实，完全的友善。最后请记得，给回馈的目的是让对方可以更好，或者是让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合作可以更好，不是为了要伤人的。OK， 如果你对我的分享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会尽快回复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下次见。